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称，以所谓零部件涉嫌违反对华制裁为由，美国海关扣押了数千辆德国大众旗下多个品牌的车辆。对于日渐严峻的欧洲汽车行业来说，这一事件可谓雪上加霜。而自拜登政府2022年签署通胀削减法案以来，美欧之间围绕电动车补贴的分歧越发严重。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大众发言人证实了因海关问题而被迫延迟交付，表示大众将严肃调查相关指控。目前被扣押的包括约1000辆保时捷、数百辆宾利和几千辆奥迪，这些车均为大众旗下的品牌。据悉，大众在今年1月中旬就发现了问题，为了替换源自中国的零部件，大众已将汽车交付时间推迟至3月底。他们声称，该零部件因经手几层供应商的组装与整合，大众对于问题本不知情。直到一个供应商向其提示，大众便立即告知美国政府。显然是把这个正常的这个经贸关系了，这个武器化或者是政治化，也是利用这个国内的相关立法来对正常的经贸关系了实施打压，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这个长臂管辖，扰乱了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这个经商这个经贸关系。事实上，过去几年来，美国政府以所谓违反对华制裁为借口，对其欧洲主要盟友之一的德国加大政治压力，企图扰乱中德生产和技术合作。与此同时，也在压低德国企业在美国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以为美国公司获取额外好处。美国也对中国汽车行业的崛起感到压力倍增。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盖拉格和民主党的副主席拉加克里什纳穆西等人去年11月曾致信敦促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提高对中国汽车的关税，以遏制潜在的中国汽车进口数量激增。观察指出，随着美国总统大选日益临近，民主共和两党势必会在涉华议题上加大力度。今年是美国的这个大选年，那在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氛围之下，这个对华强硬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也是这个民主和共和两党这个总统候选人打压对手、捞取这个政治资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或者是砝码。有分析指出，对于欧洲汽车行业来说，这一事件可谓对其日渐严峻的行业局势雪上加霜。美国财富杂志网站近日发文称，比亚迪等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迅速崛起，让德国汽车供应商在激烈的竞争中举步维艰。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中国超过日本，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更是超过了德国。而另一方面，欧洲企业还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双重打击。拜登政府2022年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中，对电动汽车的补贴成为美欧双方最大的意见分歧点。这项补贴计划给欧盟企业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以重创，使得欧洲方面感到极度不满。此外，美欧在经济保护主义等诸多问题上同样分歧严重，双方的科技合作关系面临重重困难。那在这个补贴里面，它实际上是把欧洲相关的这个车企排除在外，这个引起了欧盟的不满，认为这是一个通过政府补贴产生的一个不正当的这个竞争。那另外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对欧盟相关车企的不满，他们认为欧盟在这个汽车关税方面呢，要比美国关税要高。美欧关系出现严重裂痕之际，中欧尤其是中德之间则在经贸领域交出亮眼成绩单。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月14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德中双边贸易额为2531亿欧元，约合人民币近2万亿元。中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去年德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了 4.3%， 达到119亿欧元，创下新高。而德国企业过去3年来对中国的投资额也相当于先前的6年总额。数据还指出，去年对华投资占德国海外总投资的比重非但没有下降，还上升至 10.3%， 创下近10年来新高。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大众总共在中国进行了50亿欧元的新投资。去年12月，大众汽车集团还发布声明，其委托的外部审计机构没有发现大众在华工厂存在任何所谓强迫劳动的迹象。另据路透社报道，今年4月中旬，德国总理舒尔茨计划率商业代表团访华，这将是德国政府去年7月发布首份中国战略文件后，舒尔茨首度访问中国。日内卫视注意到，舒尔茨上一次访问北京是在2022年11月初，也是他就任德国总理以来首次访华。当时有100多家德企申请随行，最终仅包括宝马、大众、巴斯夫、阿迪达斯、德意志银行等在内的12家行业巨头入选。此行被形容是将德国最大的品牌带到中国。包括德国在内的
欧洲的企业它是看好中国市场，它希望在华来扩大这个投资，进一步来开拓了这个中国市场。美国以所谓零部件违反对中国制裁为由，扣押了数千辆大众旗下品牌的汽车。那对此您如何观察呢？主持人新年好。美国看似对德国大众动手，但实际瞄准的就是中国。美方此次针对的是来自中国西部，也就是新疆地区的零部件。而根据美国2021年出台的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所有在地理范围内中国新疆地区制造的产品都被认定是通过所谓强迫劳动生产的，除非有关方面能提出相反证据。这就是所谓的可驳回有罪推定 （rebuttable presumption of guilt）。简而言之，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或是含有新疆原材料的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品，都被美国政府予以有罪推定，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且美国海关无需举证就可以扣押，甚至是罚没产品。一方面，以所谓反强迫劳动为贸易保护主义证明，可以说是美国的老传统。早在1930年，美国就推出了斯穆特获利关税法，又称1930年关税法，其中要求禁止进口含有强迫劳动的产品。这条法律的时代背景是当时的经济大萧条，目的是阻止其他国家的产品以更低的劳动成本进入美国市场。但至少当时所谓强迫劳动的判断标准是无罪推定，美国海关必须主动有效举证，才可以对货物进行扣押。另一方面，如今针对中国的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则是完全没有了底线。第一，无罪推定变成了所谓可驳回的有罪推定；第二，举证责任从美国海关转移到了中国或者第三国的企业。第三，虽说是可驳回的有罪推定，但法案规定，美国海关在裁定来自新疆的产品是否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上，需接受美国国会的监督，需向美国国会报告。而只要想一下美国国会当前的整体氛围，一个新加坡人都会被反复质疑是否是中共党员，我完全没有信心美国海关会公正执法。事实上，最终就算举证成功，根据美国海关的时间表，从怀疑、扣押、立案到最终的裁决公布，时长可达180天到365天，而复杂情况下，时间还可以更长。所以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美国给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的流通中强加了不必要的法律合规成本。这种沉重的法律合规成本和资金周转成本，换言之是某种无法预测的风险。目的就是要孤立中国产业链，迫使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企业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转向其他国家进行采购。此次德国大众数千辆汽车被美国海关扣押，事件的本质是某种零部件吗？不，根源是大众在新疆有合资工厂，是大众在中国设立最新的测试跑道，是美国怀疑大众使用中国生产的铝材。真正的目的是迫使大众退出新疆，退出中国，进而与美国经济进行更深入的捆绑。那您认为美国此次针对大众对于德国而言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呢？这是个好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根据公开数据，2023年大众全球销量924万辆，其中中国市场324万辆，占比35%，仅次于全球最大的西欧市场。而北美市场99万，占比10.7%。一方面，对于大众而言，中国市场份额更大，但另一方面，2023年北美市场增长18%，中国市场增长则为2%。这组数据对比折射出了大众当前的困境：中国市场非常重要，但北美市场也不可放弃。正如英国《金融时报》在有关美国因中国新疆零部件而扣押大众汽车的报道中指出，大众在中国巨大的市场份额现实和增长美国市场份额的愿望之间进行着艰难的平衡。就如我刚才所言，美国针对大众，升高大众与中国合作的法律合规成本，目的与其说是扼杀德国车企，不如说是通过一个带有胁迫性的选择，也就是所谓 coercive choice， 来迫使德国在中美之间做出更偏向于美国的选择。
而这种带有胁迫的选择，不仅体现在汽车工业领域，也出现在更广泛的经贸范畴。自2023年3月去风险化的概念提出以来，欧洲企业就被认为要与中国保持所谓足够的距离。根据德国联邦数据局的初步统计，2023年中德双边贸易额2531亿欧元，中国自2016年以来连续第8次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这是好消息。坏消息是，这个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并不超然。2023年，德美双边贸易总额2523亿欧元，仅低于中德8亿欧元。与此同时，纵向来看，与2022年相比，2023年中德双边贸易总额下降了15.5%，德美则小幅上升了1.1%。数据看起来似乎并不是很乐观，有的观点就认为，这意味着德国经济正在与中国渐行渐远。2024年，美国会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真是这样吗？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马特斯此前就指出，德国立足国内市场的中小企业也许在尝试与中国市场保持距离，但德国走向全球的工业、化学、车辆等制造业巨头则完全不同。2024年的中德关系何去何从？德国会在中美之间做出怎样的选择？我们不妨拭目以待。